江秉辰坐在副驾上吹了一会儿风，随后扭头看着今天惊艳出场的青年，问道：什么军衔了？苏无忌摸了摸鼻子，上校。江秉辰明显顿了一下，24岁的上校。苏无忌难得谦虚了一句：受之有愧。这种晋升速度，就算在战争年代都罕见，更不用说和平时期。江秉辰的目光变得深邃，说道：你小子战功不少啊。苏无忌笑了一下：在德弗兰西岛找到蓝霜阿姨，首都军区给我升了中校，从非洲带回来16名军官之后，拿到了上校的军衔。这个青年说得云淡风轻，可是江秉辰知道其中必然经历了无数凶险。我能看出来你对这军衔没那么在乎。江秉辰说道。苏无忌咧嘴一笑：就是嘛，还是江叔叔懂我，我又不想当官，不如直接折算成现金更实在。江秉辰认真地说道：但是这毕竟代表了军区的最高敬意，也许除了你，没有人能找回那么多失联的军官。苏无忌说道：主要是从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是在印度洋坠机，或者飞机直接空中解体。华夏在印度洋上找了很久很久，后来才试着把搜索的力量渐渐扩展到了全世界，但那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搜寻时机，所有的线索都断了。这真的不是华夏方面寻人不力，而是一开始方向判断出现了偏差。毕竟在地球上，这样类似的坠机事件并不鲜见。江秉辰轻轻摇了摇头，说道：以我这几年对禁锢黑渊的了解，他们一旦把人藏起来，几乎不可能找得到，所以这完全不怪华夏，毕竟这世界实在是太大了。确实啊。苏无忌想着非洲库狮王国遗址所处的那一片山体空间，对此深以为然。他随后又问道：江叔叔，您知道黑渊的大本营在哪里吗？江秉辰说道：几乎不太可能找得到他们的大本营。苏无忌问道：因为隐藏得太深了吗？江秉辰又摇了摇头：不，我在这里待了那么久，感觉到他们应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本营。没有大本营？苏无忌眉头一皱：化整为零？江秉辰点点头道：不然的话完全解释不通，他们为什么能悄无声息地隐藏数百年。苏无忌又问道：难道这些人都有其他的身份作为伪装？江秉辰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黑渊成员或许表面上都有正经的职业，看起来都是普通人，可一旦披上那一身黑衣，就变成了危险的裁决禁卫和禁锢使者。苏无忌问道：江叔叔，您是从奥斯卡的身上推断出这些来的吗？虽然他的口风很紧，但在闲聊的时候还是能推断出来，他当过兽医，并且对畜牧养殖极为精通。兽医啊。苏无忌有点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江秉辰说道：没错，他在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上养过牛。以苏无忌的脑洞都没想到这些，他控制不住的当着未来老丈人的面爆了句粗口：我是啊。你有个养牛场，我有片大草原的，这特么的禁锢黑渊要是开会都特么的不用挑地方了，直接随便挑一个成员的家就行了。上次自己是在德弗兰西岛找到的方兰霜，下次他们要是把人转移到莫桑科罗岛上，又该怎么找？这特么的比当初黑暗世界的卡门监狱还要离谱。江叔叔话说，刚刚那个奥斯卡在最后出手之前喊得那么大声，究竟是在向同伴示警，还是在给他的放水行为做解释？江秉辰笑着看了他一眼：你觉得呢？苏无忌说道：后者更多一些，
但终归说明了一个问题，周围还有黑渊的人。江秉辰越看越觉得这个年轻人优秀的不像话，他笑着说道：能在大胜之后还能保持这么清醒的头脑，实在不容易。江叔叔过奖了。说话间，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往周围警惕地看了看。江秉辰见状，于是问道：如果还有黑渊的人存在，你觉得是禁锢庭的，还是裁决庭的？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肯定是禁锢庭，肯定是激进派。苏无忌想都没想，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显然他的内心之中对此早有判断。这一次禁锢庭不只来了罗森，他们必然也在整个墨西哥全力寻找着江秉辰。而奥斯卡在出招之前喊得那么响亮，一方面是在证明自己已经尽了力，另一方面无疑是在向附近的黑渊同僚示警。即便他是温和派，但终归是属于禁锢庭的，人要是丢了，他回去会受惩罚。可是如果这些同僚也没拦住江秉辰，那么法不责众。奥斯卡的算盘打得实在是太响了。江秉辰笑道：你好像看起来都没力气了，如果再遇到禁锢庭的强者，还能有劲儿战斗吗？其实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了。这个苏无忌那么年轻，可是江秉辰却有种看不透他的感觉。苏无忌笑着道：其实我本来可以提前4个小时来到卡瓦雷的庄园的。这句话无疑已经解释了一切。苏无忌说完，已经开始缓缓减速了。因为就在100米处，正横着2台越野车，把道路完全阻断了。由于苏无忌是走郊外的公路前往机场的，周边车流量极少，这道路应该已经被堵了好一会儿了，也没有其他车辆经过。江秉辰笑道：哈士多姆。他随后问道：有枪吗？这句话让苏无忌一下子笑了，压力顿时消失。他伸手从座位底下掏出了一把冲锋枪，塞到了未来老丈人的怀里。苏无忌做事情习惯于留有后手，不然的话，如果今天那位第一禁锢使者不愿意放水的话，自己是不是得永远留在墨西哥当阶下囚了？我已经好几年没摸过枪了。江秉辰检查了一下枪支状况，动作依旧非常熟练。MP5 冲锋枪，这玩意稳定性挺好。苏无忌说道：枪是好枪，可惜这几年已经逐步被新枪型给取代了。老枪未必弱，人强枪则刚。江秉辰一语双关地说道。苏无忌并未拦着江秉辰，他停下车，对身边两鬓如霜的老男人说道：注意安全，老兵。多少年没听到别人这么叫我了。江秉辰似乎有些感慨，笑了笑，直接开门，拎着冲锋枪就下了车。苏无忌看着他这么果断的样子，眼眶又有点湿润。江秉辰走到车子前方，站在道路中央，身形如松。他冷冷问道：是来堵我的？从那2台车的后面走出来了6个身穿迷彩服的蒙面雇佣兵，他们的手里全部端着突击步枪，但是并未举到眼前瞄准，似乎并不认为江秉辰能逃得掉。为首一人高声说道：通往机场的几条路全部都有我们的人，你们束手就擒吧。随后他对着通讯器说道：发现逃离者踪迹，呼叫全员支援，呼叫全员支援。苏无忌站在江秉辰的身后侧面，听到后者又开口问道：你们还有多少人？
仅仅是在华雷斯就有500人以上。这雇佣兵冷笑着说道：你们根本不可能走得掉。事实上，不仅是华雷斯出现了这么大面积的布控与搜捕，就连蒂华纳、奇瓦瓦、蒙特雷等周边城市皆是如此。江秉臣面无表情地说道：这么多人，你们应该不是普通雇佣兵吧？6个雇佣兵互相对视一眼，都没说话。听了江秉臣的这句问话，苏无忌的眉头一皱，插嘴说道：千万别告诉我你们这身衣服的下面还穿着墨西哥政府军的军装。6人再度一愣，为首的佣兵看了看苏无忌，眼神里透出了危险的意味，说道：有些话不能乱讲。江秉臣听了听从远方传来的些许轰鸣声，声音沉沉：的确，有些事情上春之前不足2两，上春之后千斤打不住。那雇佣兵硬着头皮说道：你在说什么？我们听不懂。江秉臣淡淡说道：把道路让开。为首的佣兵丝毫没意识到眼前的老男人有多危险，他不以为然地说道：你最好识相一些。虽然我们背后的老板交代了，尽量不要杀你，但一旦把我们逼急了，子弹可不长眼睛。然而他的话音尚未落下，江秉臣忽然抬起了手中的 MP5，砰砰砰，3名武装分子的脑袋上皆是炸起了血花。江秉臣用这种冲锋枪居然还能保持极高的精确度，枪枪爆头。这3个倒霉的家伙直接被打死，另外3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立刻矮身躲到车子后面，想要借机还击。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个两鬓如霜的老男人居然敢先动手。江秉臣打爆了3人脑袋之后，就地一仰，侧扑在地上，扭头盯着目标，单手连续扣动扳机。那躲在车后的3个佣兵都还没来得及射出第1发子弹呢，他们的小腿便已经被江秉臣的子弹打穿了。3人齐齐摔倒在地。然而当他们倒下的时候，江秉臣的子弹又从车子下方杀到了。他们的身体和脑袋皆是被子弹钻了进去，血光飙溅一大片。不到10秒钟，6个人全部击毙。这是教科书一般的战术动作，挑不出任何瑕疵的射击走位，完美至极的杀敌节奏。江秉臣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平静地说道：到底还是老了，要是放在以前，这动作起码得少花3秒钟。已经很难得了，我都做不到。苏无忌感慨道。他看得无比震撼，无比动容。苏无忌本想出手帮忙，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这是这位华夏将军的回归之战。被禁锢了足足7年，哪怕被解救的那一刻，江秉臣也依旧看似云淡风轻，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位华夏将军到底在心中积累了多少情绪。老兵刀未休，杀气贯春秋。江秉臣亲手打响的枪声，时隔7年，终于响彻在墨西哥的秋天里。在江秉臣独自放倒了6个人之后，远方便扬起了滚滚沙尘。近100辆越野车与皮卡，如黑压压的兽群般奔袭而来。他们根本没走公路，而是粗暴地碾过荒野，朝直线逼近，车影铺满山坡，气势汹汹。不愧是墨西哥最混乱的城市，每年起码2000人死在暴力犯罪之中。就这数据，还特么的没把毒枭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计算在内。江秉臣说道：小苏，你的子弹够吗？苏无忌咧嘴一笑：子弹管够，炮弹也管够。
江秉辰看了看他，笑道：可是咱们貌似要被包围了。话虽如此，可他的眼睛里根本看不到半点慌乱。从一个特种部队的毛头小子，一步一步成长为首都军区副司令员。江秉辰这辈子什么时候未战过？苏无忌抬手一指，笑着说道：不被包围的是他们。那些车子驶过来，全部停在了距离苏无忌和江秉辰50米之外。越野车的车门打开，身穿迷彩服的蒙面佣兵全部下了车，他们手中的突击步枪已经架在了车子的引擎盖上，而10几台皮卡车的车斗里皆是架着重机枪，枪口冷冷对着路中央，杀气已经有如实质地扑面而来。显然，苏无忌和江秉辰绝对不可能依靠个人力量打穿对面的阵型，即便这两人的战斗经验再丰富，也没可能。苏无忌说道：江叔叔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这么热烈的欢迎场面了？江秉辰居然撸起了袖子，掂了掂手中的冲锋器，咧嘴一笑，说道：这场面确实够热烈，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热闹日子。这7年他憋得太久了，若真就这么一帆风顺回到华夏，他反而会觉得少了点什么。这时候，对面站出了一个中年武装分子，他也是蒙着面，手里拿着扩音器，喊道：你们不能走，如果执意离开华雷斯，就只有死路一条。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所有人的都放在了扳机之上，似乎随时都准备射击。苏无忌冷冷一笑：你们出动这么大规模的兵力，总统知道吗？总司令知道吗？显然能说出这句话，就证明苏无忌已经认定了这些人的政府军身份了。当然，虽然这政府军的名字里有政府2个字，可是他们到底跟谁姓，还是个未知数。那个为首的中年人目光一沉：你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这种时候还装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苏无忌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主子在给你下达了命令之后，现在怕是已经远离墨西哥了。中年男人脸色更沉，他低吼道：这里是华雷斯，华雷斯不归墨西哥政府管辖，现在网络已经全部切断，我就算把你们打死，消息也不会传出去。苏无忌哈哈一笑：对啊，这正是我想提醒你的话，这里是华雷斯，是和米国一河之隔的华雷斯。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为首的中年男人狠狠皱着眉头问道。苏无忌咧嘴一笑，用对方的话回敬了回去：没有什么意思，我得谢谢你帮我切断网络和通话，这样的话发生在这里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传出去。这个为首的武装分子感觉极度不妙，几百号人围攻2人，自己的手边还有那么多的重武器，怎么自己心中莫名的越来越没底了？虽然那位身份神秘的主人说过，尽量保证对面的华夏老男人能活着，可是在不可挽回的紧急状态下，是可以击毙的。总之一句话，不能让对方活着离开华雷斯。准备。就在这个为首者要下达攻击命令的时候，远空忽然传来了极具压迫感的轰鸣声，那是旋翼高速切割空气的声音。这声音迅速接近，从出现到现在已经变得震耳欲聋。在场的武装分子，包括那些架着重机枪的枪手，都忘记了去扣动扳机，他们皆是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天空。远空之中数个黑点正在急速放大，以一种近乎蛮横的姿态闯入了这一片空域。
他们在迅速降低高度，所掠过之处带起的狂风已然卷起了一路沙尘。直升机，这些武装人员一下子慌了，因为看这些直升机来的方向是格兰德河的对岸，河对面就是米国的德克萨斯。这一刻，那个为首的中年武装分子终于明白苏无忌话语那句“这里是华雷斯”的真正意义了。因为飞在最前面的赫然是4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他们的机身上并没有米军官方的涂装，但是那凶狠的外形、机头下方的链炮以及短翼下挂载的地狱火和火箭巢，全在散发着冰冷又致命的死亡气息。这种来自空中的超级毁灭力量给这500名武装分子造成了本能的恐惧。而在这4架阿帕奇的后面，还有6架黑鹰通用运输直升机。怎么办？我的天，跑不跑？咱们快点撤离吧，要是再晚一些就要被打碎了。要是被阿帕奇的链炮击中，怕是得东一块西一块了。就在这个时候，其中2架阿帕奇来了一个漂亮的侧倾转弯，形成了完美的攻击姿态。另外2架则是呼啸着拉升高度，占领了更高处的空域，盘旋警戒，仿佛死神在审视着自己的狩猎场。这10架直升机同时响起了机舱广播：注意，下方不明武装人员，你们已被锁定，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任何敌对行动。重复，立即放下武器。与此同时，那6架黑鹰运输机已经迅速降低高度，狂风将地面的沙尘与枯草卷起，仿佛在华雷斯掀起了一场沙尘暴，吹得那些武装分子们睁不开眼睛。随后机舱门打开，一条条绳索抛下，一个个战士开始迅速锁降。他们全副武装，身穿没有任何标识的黑色作战服，戴着护目镜和面罩，完全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貌。50名战士飞速滑下，落地瞬间立刻翻滚散开，利用地形做掩护，单膝跪地，举枪警戒。手中的突击步枪和轻机枪瞬间构成了一个致命的活力网，整体动作行云流水，效率高的让人窒息。从直升机出现到完成包围，从头到尾的过程简直漂亮到像是艺术呈现，充满了极致暴力美学的质感。这每一步都是顶尖特种部队才能拥有的战术素养，是对面500名武装分子远远比不上的。苏无忌用胳膊肘碰了碰江秉辰：江叔叔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江秉辰目睹全程，自然已经嗅出了一股无比熟悉的味道。他咧嘴一笑，眼眶已然有些潮湿了。这包抄阵型，这节奏控制，还是我以前在首都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带出来的老一套。江秉辰的胸膛起伏，狠狠地吸了一下鼻子。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老江今天连哭好几回。您的老战术从来都没过时。苏无忌感慨着说道。他们现在都是烈焰大队的特种战士，只是不方便露面。烈焰大队的大部分已经杀进了委内瑞拉的国境线，而另外一小部分精锐则是在德克萨斯州待命多时。对于华夏方面请求帮忙的提议，米国方面不可能拒绝，这是卖人情的好机会。更何况他们只需要出动直升机帮忙送人跨过米墨边境线。此刻攻守之势已经彻底逆转，那为首的中年佣兵彻底慌了。他知道自己即便投降也是绝无生路，绝望之下，他本能地举起了枪，吼道：愣着干什么？
开枪，给我开枪！说着，他就要对着江秉辰扣动扳机。然而，此刻阿帕奇毫不犹豫地开火了。哒哒哒哒哒，链炮喷出炽烈的火舌，射速夸张的炮弹瞬间将那中年佣兵撕得粉碎。不仅是他，就连旁边的几台车也都被打得千疮百孔，随后当场爆炸。躲在车子后方的武装分子此刻全都被火光吞没，无一幸免。两架处于攻击位置的阿帕奇同时开火，直接从头扫到尾，用链炮蛮不讲理地清理出了2条路。这一通死神般的扫射下来，这些武装分子简直要被吓破了胆子，一个个鬼哭狼嚎，连车都不敢开了，抱头鼠窜。而那些处在包围阵型中的战士们则是直接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子弹精准地钻进了这些武装人员的身体里，他们一个个栽倒在地，没有一个跑出包围圈的。凡是不趴地投降者，皆是死路一条。一场闪电般的歼灭战就这么结束了。现场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道。江秉辰深深吸了几口这儿的空气，似乎是有些感怀。江叔叔上车吧，咱们去机场。苏无忌说道。好，去机场。江秉辰扫视了一下战场，随后他抬起右手敬了个礼。时隔7年之后的第一个军礼，依旧标准挺拔沉重如山。谢谢。他轻声说道，声音有些沙哑。这句话是对苏无忌所说，也是对前来参与救援的战士们所说。江秉辰随后上了车，车子从满地车子残骸与武装分子的尸体中驶过，轮胎碾过碎裂的金属与弹壳，发出细碎的声响，就像是奏出了一曲回归的交响。那些本来跪地射击的蒙面战士们此刻已经站了起来，他们注视着车子，右手举起，无声敬礼。早在苏无忌进入卡瓦雷的庄园之前，就已经提前安排了一架飞机在机场等着了。托的是自家姑姑苏赤烟的关系。苏无忌只是跟苏赤烟说要一架飞机回国，并未提及自己找到了江秉辰。毕竟他最怕好事多磨这4个字，此刻把消息掩盖住，把所有的风险都降到最低，以免横生枝节。等苏无忌到了机场，所有的起飞手续都已经办好了。江秉辰一步步登上舷梯，站在机舱口，转身最后看了一眼混乱的华雷斯。这一刻，7年的颠沛流离和忍辱负重已然尽数消散在这带着硝烟味道的风中。其实以我现在的身体状态，不如直接飞去委内瑞拉。江秉辰看了看被甩在身后的墨西哥大帝，又补充了一句，廉颇老以上，能一战。今天才干掉了6个敌人，副司令员还没打过瘾呢。苏无忌笑道，江叔叔，虽然你是个军人，但这个疯狂的想法您老人家还是抓紧收起来。我要是把您弄到委内瑞拉的前线去，首都军区上上下下都得疯了。江秉辰忽然说道。好些年没见你罢了。苏无忌一愣，说道，您知道我爸是谁啊？江秉辰抬手指了指苏无忌腰间的紫色腰带，笑了笑，虎父无犬子，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整个华夏都挑不出来几个。再加上你又姓苏，我就算是与世隔绝7年，现在也能猜到了。苏无忌挠了挠头，笑了笑，我爸的身体还挺好的，就是每次练我练得太狠了，不人道。江秉辰笑道，你爸做得对。苏无忌咳嗽了2声，早知道不提这茬了。江秉辰说道，等回去之后，
让江浩斌从临江大学退学，给我复读重考去，走后门上大学，我可丢不起这人。苏无忌瞪大了眼睛，好家伙，来了个比老苏还狠的老爹。这样的人要成了自己的老丈人，自己还能有好日子过吗？这都7年没见到亲儿子了，直接想着让人家退学了。苏无忌想了想，还是说道：那啥，江浩斌最近学习还挺认真的，好像期中考试的时候就已经摆脱全班倒数第一了。临江大学都是学霸，以江浩斌的学习能力去了完全跟不上，那天赋智商的差距根本不是短时间内的努力能抹平的。江秉辰说道：倒数第一也是个关系户嘛。苏无忌挠了挠头，还是决定说实话了。那倒不是。江秉辰，我不信。他实在太了解自己的儿子是什么熊样了。苏无忌说道：可可因为那个倒数第一出车祸了，现在还在住院，没法参加考试。江秉辰笑起来：我就说江浩斌不是那块料，都被他外婆家给惯坏了。苏无忌心中腹诽，您老人家7年没回家，还好意思嫌儿子被惯坏了。以江秉辰的性子，要是知道江浩斌还开着大 G 去上学，8成得把儿子吊起来，用皮带给抽一顿。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江秉辰便闭眼休息了。苏无忌倒是没什么睡意，他拿出手机，看着南美洲的地图，眼睛微微眯着。他记得自己跟兄宇打电话的时候，从那边传来了一些话外音，似乎是水声。那些水声距离兄宇打电话的位置明显有些远，但依然能传过来。是瀑布吧？他自言自语，随后开始搜索查看南美洲的每一个瀑布。瀑布的水潭之前，雪人看着那个白裙身影说道：你已经在这里待了1天1夜了，可以回去休息了。说话间，他皱了皱眉头，捂了一下胸椎的位置，似乎是老伤复发引起的疼痛。兄宇的脸上明显带着挫败之意，说道：难以置信，第一禁锢使都被苏无忌打成了重伤，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雪人说道：我听说过你们那个第一禁锢使者，据说他是修习禁锢之力的超级天才，百年难得一遇。这个人简直就是为黑渊禁锢庭量身定做的超级卫士，他怎么可能困不住苏无忌？兄宇，你的意思是那位奥斯卡是故意的？雪人摇了摇头：兄宇，我知道你对人性了解得很透彻，但是该劝你的话我也已经劝过了，朝着错误的方向一路狂奔，只会让自己距离正确的位置越来越远。兄宇说道：我又失败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才学长。雪人看着瀑布轻轻摇了摇头：雪人先生，你觉得我要派人去阻止华夏人吗？雪人的语气淡淡：兄宇，你的心已经乱了，要是放在今天之前，这种问题你根本不会开口问我。兄宇说道：我身在乱局之中看不清楚，请雪人先生为我解答。除非你想要让华夏人把你挫骨扬灰。雪人说道：既然江秉辰已经被救走了，你不如就顺水推舟送个人情，至于拦与不拦，那是激进派的事情。兄宇想了想，深深地鞠了一躬。雪人说道：不过你要是听从了我的建议，大概就要变得两面三刀，这事儿尽量别让裁决庭的其他人知道。兄宇认真说道：当然。雪人说道：一时的输不算输，低下头
才能把脚下的路看得更清楚。兄宇站在原地思考了1分钟，又鞠了一躬，随后走开了。10分钟之后，苏无忌的电话响起，居然是邵飞虎打来的。苏赤烟所准备的这架飞机装有即时通讯系统，哪怕在高空之中，也随时都能与外界联系。老邵说道。首都军区办公室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对方告知了一组坐标，我让人发给你看看，一切由你全权决断。苏无忌挂断了电话，打开手机收件箱，果然收到了一条信息，内容是7度50 N 64度40 W。苏无忌立刻打开了地图，顺着这坐标找过去，随后瞳孔骤然凝缩，眼睛里金光大放，因为这一组坐标所显示的区域是安第斯山脉东路边缘伊玛塔卡铁矿带巴特伦铁矿。苏无忌第一反应并不是相信，而是怀疑这背后有陷阱。他又查了一下，这个巴特伦铁矿确实是属于淡水河谷公司的。苏无忌立刻联系了烈焰大队，把坐标发了过去，让他们注意甄别，防止最后陷入包围之中。但是直觉告诉他，这就是关押华夏军官的真实地点。对方之所以发来这条消息，大概率是因为投降了。首都江家小楼，方千雪正陪着姐姐聊着天呢。自从老姐回来之后，方千雪便几乎推掉了公司里的所有事情，干脆彻底住在这里，天天陪着姐姐。这时候，外面响起了轰鸣声。江晚星停下了车，走进来，踢掉了鞋子，脱掉了外套，揉了揉肩膀。又一个任务结束了，放假放假。绝密作训处也就这一点好了，危险不小，但假期从来不少。江晚星洗完了手，坐在沙发上，拿起了一个苹果，一口咬掉了一小半，脆生生的，真甜。方千雪说道：你说说你，天天去执行任务，和小渣男多久才见一次？万一他被别人家的狐狸精骗走了，怎么办？江晚星一笑，满不在乎地说道：骗走就骗走呗，天底下的男人有的是。那不行，错过了那小子，我怕你嫁不出去了。方千雪说道。江晚星吃着苹果，看着电视，随口说道：方千雪，你好像比我还着急呢。方千雪废话，我能不着急吗？你看看你，姑娘家的，做没个坐相，腿能分那么开吗？他把江晚星2条打开的腿给合上，说道：尤其是当着那小渣男的面，别随随便便张开腿。江晚星斜眼看了看他：小姨，你点我呢？方千雪：反正你记住我的话就行。记不住一点。江晚星吃完了苹果，问道：我妈在厨房忙活什么呢？在炖汤呢。方千雪说道：可能是好几年不能下厨房，憋坏了。你出任务的这些天，你妈都让做饭阿姨回家休息了，她自己天天变着花样地下厨房，每顿饭还都逼着我吃完。说着，她拖了拖自己那本钱极好的胸口。你看，都把我吃胖了。江晚星看了看，不禁撇撇嘴，这个小姨真的是天赋异禀，别人要是发胖都是先胖肚子，她倒好。方千雪，你得多生几个孩子，不然这多好的奶源可别浪费了。江晚星说道。江晚星，哪有这么调侃你小姨的？信不信我闷死你？方千雪说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自得地说道：不过我得承认，
你说的倒也没错，我这以后也不知道便宜了哪个臭男人。不知道为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方千雪的脑海里竟是闪过了那个小渣男的脸。那次喝多了之后，怎么就鬼使神差的和他嘴对嘴的亲了一下呢？自己的初吻就这么丢了，真烦人。也不知道那个小渣男现在在哪里呢？方千雪看似有些不满地说道。也不知道来家里蹭个饭。其实关于江秉辰可能在南美的消息，首都军区和国安方面是高度保密的，也并未告知方兰霜和江晚星，不然万一找不到，空欢喜一场。对于江家人来说，不吝于又一次沉重打击。江晚星没好气地说道：方千雪，你平时对无忌的态度一点都不客气。凶巴巴的，我不在家，他来这里蹭什么饭啊？蹭你鼻子上的灰吗？方千雪呵呵一笑。那又怎么了？让他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就是了。怎么，他难道还怕我吃了他？来，准备吃饭了。方兰霜的声音传来，回首都休养了一段时间，他的气色已经好了许多。方兰霜此时端了一个大砂锅，小心地放在桌子上，摘下防烫手套，正准备解开围裙的时候，看向门口，忽然一愣。郝冰，郝冰，你怎么回来了？方千雪问道。江晚星立刻起身，杀气腾腾。江浩斌，这不是假期，不是周末的，你不待在灵州好好学习，跑回首都干什么？他上来就要对弟弟展开血脉压制，江浩斌连忙后退了几步，连连说道：姐姐先别揍我，是我姐夫让我回来吃晚饭的。你姐夫让你回来的？一听这称呼，江晚星立刻不关注弟弟翘课的事情了，眼睛甚至都明显一亮。你姐夫说他也要来吗？是啊，我来蹭饭。一道声音在院子门口响起。不知道阿姨今天晚上做的饭菜够不够？我可多带了一个客人来。话音落下，一个青年先走进了院子，正是苏无忌。他笑道：你们看看谁回来了。随后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映入了几人的眼帘。他即便只是穿着一身简单的便装，却仍旧掩不住军人的身姿。只是处于禁锢之中的7年光阴，终归还是在他身上刻下了不少的痕迹。以往那乌黑的两鬓，今日已经如霜如雪，眼角明显多了一些细密的皱纹，皮肤也被墨西哥的太阳晒得微绯粗糙。但不管时间怎样流淌，有些深埋于心底的东西总是不曾改变，而那双以往总是如鹰隼般锐利的眼眸里，此刻却盛满了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近乡情切的恍惚和几乎要奔涌而出的思念彻底交织在了一起。江晚星本来正要起身迎接苏无忌，此时目光狠狠一睁，喉咙一下子被堵住了。受了枪伤都不曾掉眼泪的晚星少校，眼眶已经瞬间变红了。方兰霜本来正在掀开砂锅盖准备盛汤，看到此景，下意识的手一松，汤勺一下子摔在了地上。他怔怔地望着院门口，嘴唇微微颤抖，像是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一丁点声音。那双曾因流泪过多而总是泛红的眼睛，此刻正映着夕阳的余晖，也映着那个他以为此生再也无法相见的身影。江浩斌狠狠地揉了一下眼睛，有点不确定地问道：我靠，你是我爸？要是放在平时，江晚星妥妥的会给江浩斌的脑袋上来个响亮的大耳刮子。可是此刻他看着眼前的男人，
只是轻轻推了江浩兵一下。你那时候才12岁。江浩兵其实已经完全傻掉了。坠机案时隔7、8年，以至于他记忆里的父亲形象甚至有些模糊了。此刻看到母亲如此失态，看到父亲真的死而复生，他鼻子一酸，眼圈一热，下意识地看向姐姐。江晚星站在那里，指甲已经深深掐进了掌心，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作为军人，他那坚强的内心深处早已做出了最坏的设想，甚至无数次在噩梦里演练过得知噩耗的场景。可此刻，那个记忆里的伟岸身影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爸！他的红唇才刚刚张开，便已经说不下去了，泪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方千雪抹了一把眼泪，难以置信地问道：姐夫，是你吗？苏无忌拉着江秉辰的胳膊，把他拉进了门。我回来了。江秉辰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多年未曾开口说话，又像是被浓烈的情绪堵住了喉咙。仅仅4个字，却仿佛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这位将军坚强了一生，此刻也控制不住地柔软了下来。这一声轻唤瞬间打破了所有人的僵硬。蓝霜，我回来了。江秉辰又说道。方蓝霜的身体猛地一颤，踉跄着向前迈了几步，又像怕眼前是幻影一般猛地停住。定睛看了看，他的眼泪终于决堤而出，瞬间模糊了视线。好不容易走到客厅，方蓝霜抬起颤抖的手，想要触摸面前男人的脸庞。可是他的手伸出去之后，却悬在半空，竟有些不敢落下。方蓝霜的嘴唇翕动，隔了10几秒都说不出来话。秉辰。方蓝霜好不容易发出了声音，可是声调中仍旧带着明显的哭腔和颤抖。真的是你吗？是我。江秉辰的声音更哑，眼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说道：蓝霜，我回来了，真的回来了。方蓝霜双手捂住了嘴，压抑的哭泣声从指缝间露出来。回来了好，回来了就好。他语无伦次，只会重复着这几个字。江秉辰双手扶住方蓝霜的肩膀，将她揽入自己的怀里，随后看向了自己的女儿，红着眼睛笑道：婉星，长成大姑娘了。江婉星也笑了，她用最快的速度抹去眼泪，腰背挺得笔直，啪的一声，脚跟并拢，右手狠狠划至眉间，向着江秉辰敬了一个无比标准、无比认真的军礼。绝密作训处少校江婉星，欢迎首长回家。江秉辰看着女儿泪流满面却倔强敬礼的样子，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又酸又疼。他的右手松开妻子，缓缓地极其郑重地抬起手，回了一个同样标准、同样沉重的军礼。父女之间无需更多言语，一个军礼已肃静一切。江秉辰放下手，终于朝着女儿张开了右臂。江婉星再也忍不住，一步冲上前，重重地撞进父亲的怀抱，将满是泪水的脸埋进那陌生又熟悉的肩头，发出了压抑已久的哭泣声。江秉辰单手抱着女儿，大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如同他小时候做了噩梦时那样。我回来了，不会再走了。江秉辰说道。爸爸。江浩斌走上前来，他张开双臂想要抱一抱父亲，却发现老爸的左右手正分别搂着妈妈和姐姐，自己都没地儿下手了。浩斌，你也长大了。江秉辰看着自己的儿子，却忽然话锋一转，头发太长了，不男不女的，吃完晚饭
去给我剃了。还有，你的脸怎么这么白，涂粉底了，成什么样子？现在给我洗掉去。江浩斌瞪圆了眼睛。啊！江秉辰的声音一沉，立刻去卫生间洗脸，跑步前进。苏无忌看着这重逢一幕，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他没有上前打扰，只是静静地倚在客厅门框上，嘴角带着一丝欣慰，却也略显疲惫的笑意。所有的冒险，所有的算计，所有的生死一线，在这一刻都值了。他甚至有些下意识地想稍微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将这一刻完全留给这分别太久的一家人。不知何时，方千雪已经靠在了苏无忌的身上，这重逢的一幕让他哭得都站不住了，只能下意识地借着这个年轻男人的肩膀靠一靠。苏无忌也能感觉到方家小姨似乎比上次见面的时候胖了一些，他抬起手来轻轻拍着方千雪的后背，以示安慰。小渣男，呜。方千雪抹着眼泪，泣不成声，哭得像是个提早发育完成的少女。你先找回了我姐姐，又找回了我姐夫，这样我以后怎么报答你啊？苏无忌笑着说道。嗨，你这女流氓，不趁着喝醉了占我便宜，我就是万幸了。别乱说，谁占你便宜了？方千雪破涕为笑，用胳膊肘顶了苏无忌一下，抹了抹眼泪，嗔怪地说道：这么大的事居然瞒得这么紧，害我白白担心，还以为你对婉欣变心了呢。苏无忌用胳膊肘顶了回去，小声说道：方千雪，你得讲道理啊，这件事情牵扯太广，我可不敢走漏风声，万一节外生枝，就前功尽弃了。知道知道。方千雪的眼睛里流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说道：你没受伤吧？苏无忌大言不惭地说道：我身体好得很，壮得跟头牛一样，能受什么伤？方千雪说道：知道你壮得像头牛，上次跟婉欣折腾出那么大的动静，害得我都失眠了。我说到这儿，他自知失言，连忙闭上了嘴巴。苏无忌一下子面红耳赤。小渣男，你的这份恩情，我们江家和方家永远记在心里，无论你走到哪里，本小姨永远罩着你。方千雪搂着苏无忌的肩膀拍了拍，随后说道：我给你盛饭去。说完，他便走向餐厅，又低头抹了抹眼泪。江婉欣虽然在和父亲享受团聚的一刻，但并没有忘记苏无忌。他从父亲怀中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向门口那个年轻身影。夕阳在他的身后勾勒出一圈光晕，显得有些不太真实。是他跨越万里重洋，历经无数艰险，将自己的父亲带了回来。江婉欣知道自己欠他的这一辈子根本还不完。他松开父亲，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泪痕，深吸一口气，朝着苏无忌走去。一步，两步，他忽然加快了步伐，猛地扑进了这个青年的怀里，双臂紧紧环住了他的脖颈。这个拥抱比刚才给父亲的更加用力，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想念，以及从骨子里生发而出的依赖。谢谢。江婉欣把脸深深埋在苏无忌的肩颈处，声音闷闷的，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清晰的哽咽。谢谢你，无忌，谢谢。他反复说着这两个字，似乎找不到别的词汇能表达出万分之一的心情。滚烫的泪水再次涌出，浸湿了苏无忌的肩头。哪怕这泪水已经很克制了，却仍旧汹涌。苏无忌缓缓抬起手，有些笨拙却温柔地轻拍着怀中姑娘的后背，低声道：没事了，婉欣，都过去了，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一家人在一起的好日子。
方兰霜也终于从巨大的情绪冲击中稍稍平复，他看向苏无忌，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激，眼泪再次模糊了视线。小苏，阿姨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方兰霜的声音虽然依旧颤抖，却充满了真挚。她一边抹着泪，一边说道：谢谢你，把秉辰带回来。苏无忌笑道：阿姨您别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我和婉星。江婉星还在他的怀里呢。江浩兵也凑了过来，挠着头看着苏无忌，眼神里充满了崇拜和不可思议。姐夫，你这也太牛逼了吧！他想了半天，只想出这个词来表达内心的震撼。苏无忌失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少拍马屁，不过你小子接下来日子可能不好过了。江浩兵顿时一缩脖子，苦着脸，但看着父亲如此真实地站在那里，心中那点对未来父子关系的惧怕，立刻又被巨大的喜悦冲散了。方兰霜终于彻底回过神来，连忙招呼道：都快别站着了，小苏，快进来，正好饭都做好了，今天一定要好好吃顿团圆饭。方千雪搂着苏无忌的脖子喊道：对，小渣男，今晚咱俩不醉不归。他的情绪太激动了，都没注意到自己的措辞问题和肢体动作。那锅汤还在桌上袅袅冒着热气，等待着为这个分离7年的家庭献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饭。1小时之后，酒桌上已经空了3个白酒瓶了，和3个红酒瓶了。江秉辰一个人就喝了1斤，江婉星陪着老爸喝了半斤，剩下的1瓶半都进了苏无忌跟方千雪的肚子里。江浩兵这个菜鸡喝了2瓶红酒，现在已经趴在桌子底下了。婉星去，再开1瓶酒。江秉辰说道。江叔叔，你别喝太多了。苏无忌说道。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呢。江秉辰酒量本身就是极好，但数年未曾沾酒，此刻也是有些上头了。他拍着苏无忌的肩膀笑道：无忌，今天真是过瘾，没想到我这一把年纪了，还能跟做梦似的再经历一回这么热血的事情。不知不觉间，这称呼已经从小苏变成了无忌了。今天江副司令自己只干掉了6个敌人，着实没打过瘾。但是一回想起那10架直升机凌空而来的场面，他就不禁热血沸腾，觉得自己还能再喝2斤。方兰霜喝了半瓶红酒，此刻明显有些不胜酒力了，他的话也明显比平时多了一些。拉着江秉辰，方兰霜说道：秉辰，这些年他们没折磨你吧？江秉辰说道：放心，我没受任何伤，给他们100个胆子也不敢。方兰霜说道：我还不知道你平时总是报喜不报忧的。你要不信，我现在就给你检查检查。江秉辰说着，直接把上衣脱了。你看看，连一个新添的伤疤都没有，腿上也没有。在老婆面前，这位横刀立马的将军此刻也变了模样。停，这里那么多人呢。苏无忌按住了江秉辰要解皮带的手，笑着说道：你们老2口要脱就回卧室脱去，这桌子上还有2个未成年呢。小渣男，你还未成年啊？谁家未成年能把？方千雪喝多了，他本想说谁家未成年能把婉星折腾的嗓子都哑了，还好话到嘴边突然意识到了不对，生生咽了回去。小渣男，我再敬你1杯。方千雪连忙举起1杯白酒说道。
苏无忌今天晚上情绪到位，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推辞，一仰脖子，行啊，干了。方千雪也是一饮而尽，把杯子往桌子上重重一顿。再来。苏无忌一撸袖子，还喝不倒你了，今天我奉陪到底。方千雪直接一撩裙子，抬腿踩着苏无忌的椅子，把自己的胸口拍得啪啪响。来啊，今天我要是认怂，我就是你的人。江晚星的俏脸红扑扑的，她说道：方千雪，你乱讲什么呢？就你那么胖，大腿那么粗，胸那么大，无忌才不喜欢。苏无忌，呵呵，哪个男人不喜欢胸大的？方千雪真是喝高了，一把揪起了苏无忌的领子。小渣男，你说你喜不喜欢？面对这送命题，苏无忌高举双手。方千雪，你做个人吧，行不行？我还是个客人呢。方兰霜轻轻地打了自己的妹妹一下。方千雪，你多大了？天天瞎胡闹，怎么还跟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我没长大，姐，你开什么玩笑？我长得还不够大吗？方千雪不服气。你姐夫还在呢，你看看你，一喝点酒就没个正形。方兰霜随后拉了自己老公一把。秉辰，时间不早了，我们先上楼，真是听不下去。好好好，呵呵。江秉辰知道小姨子是个什么性子，笑道：晚星、千雪，你们把无忌给我招待好啊，他要有什么不满意，我可要批评你们。江晚星看了苏无忌一眼，蜜桃少校此刻眼光里有着一丝平日里极其少见的媚意。爸妈放心，一定好好招待。苏无忌嘿嘿一笑：那你可得主动招待啊，我要是不满意，你得重新招待。方千雪说道：姐夫放心，我招待不死他。于是餐厅里便只剩下3个半人。现在喝晕过去的江浩兵只算半个。然而等姐姐和姐夫一上楼，方千雪便又揪住了苏无忌的衣领。小渣男，你给我回答刚才的问题。苏无忌都给整愣了。哪个问题？喜欢大还是小？方千雪杀气腾腾，这个不靠谱的女人还没从刚刚的话题中缓过来呢。苏无忌说道：晚星也不想啊。这答案一出，他自己都觉得回答得太巧妙了，喝多了就是有想法。江晚星笑眼弯弯，眸子里透着些许醉意。这还差不多。方千雪一扯自己的领子：她一个没发育好的黄毛丫头，和我能比？黄毛丫头。苏无忌很认真地回想了一下。他不还人。方千雪坐回了椅子上，大腿和椅面挤出了柔美丰腴的曲线。关着灯呢，你能看见？苏无忌：谁说我们一直都是关着灯的？方千雪，你要死啊！喝多了能不能把你的嘴巴闭紧点啊？江晚星没好气地说着，在桌子下面踢了方千雪一脚，却没想到喝多了的蜜桃少校踢歪了，一下子踢到了自己的小男人。苏无忌的眼睛一亮，他还以为江晚星是在暗示自己，于是用脚勾了勾江晚星的小腿。结果由于方千雪的腿和江晚星的靠在一起，苏无忌这一下竟是碰到了他而不自知。还好方兰霜已经提前上楼了，他这脚尖要是勾到了未来丈母娘，事情可就麻烦了。苏无忌并没有勾一下就放回去，反而用脚在对方的小腿肚子上蹭了好几下。方千雪忽然身体一僵，稍微清醒了一分。他拿着筷子的手一松，哎呀，我筷子掉了。江晚星看到了此景，有些醉眼朦胧。这不是你自己扔的吗？看到方千雪低头捡筷子，苏无忌也把腿收了回去，
以防止对方看到自己和江晚星在桌子下面调情。方千雪现在头脑不算太清醒，可当她看到苏无忌收回腿去，心脏竟是突突一跳。这个小渣男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她心中说道。捡起筷子之后，方千雪的脸竟是红了许多。她看了苏无忌一眼，又开了一瓶白酒，往桌子上重重一放。小渣男，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干了，敢碰我，灌死你！江晚星看到小姨要对苏无忌灌酒，立刻说道：我也陪着，不能让方千雪一直欺负我男人。在护短方面，蜜桃少校从来都是毫不含糊地冲在最前面。又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桌上多了2个空的白酒瓶，方千雪还是略微胜出了一些。我不行了，最近总是在外面执行任务，很少喝酒，酒量变得有点差了。江晚星单手托腮，已经有些晕头转向了，但他的心情仍旧好得不得了。爸妈都回来了，还都是自己的男人找回来的，自己欠他的这辈子都还不清，那就还上一辈子好了。方千雪杀红了眼，说道：晚星，你把江浩斌拖回去，我今天晚上非要跟小渣男拼个刺刀见红不可。他也是醉眼朦胧的，一把搂过苏无忌的脖子，道：来，咱们继续喝。今天晚上看看是你干倒我，还是我干倒你。苏无忌晕晕乎乎，把杯中酒一饮而尽。这还用问？你肯定干不过我啊。行，你们喝着，我洗完了澡就来找你们。江晚星一只手揉着晕乎乎的脑袋，一只手拖着江浩斌上了楼。他把醉成一滩泥的老弟随手扔到卧室的地板上，便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完全忘记了要去洗澡这回事儿，直接一头栽倒在床上，抱着被子呼呼睡去。小渣男，这里没别人，你告诉我，你刚趴在桌子下面蹭我腿干什么？方千雪小声问道。他哪怕喝多了都还记得这茬呢。小姨平时酒量不错，但今天绝对是超常发挥了，比上次送出初吻的时候喝的可多了不少。方千雪此刻还是搂着苏无忌的脖子的，说话时嘴唇几乎都要贴着对方的耳朵了。毕竟他也知道自己说的那些话，要是被姐夫听见，以后苏无忌就没法再来家里了。方家小姨一直认为自己挺贴心的，很有大局观。苏无忌的脑袋很沉，被方千雪这么贴身搂着脖子，不禁觉得对方某处确实是有点肉特多了。方千雪，你扯淡，我什么时候在桌子下面蹭你的腿了？苏无忌说道。我说你蹭了你就蹭了，怎么敢做不敢认，怕我吃了你？方千雪小声又恶狠狠地说道。苏无忌，你可别瞎说啊，我明明蹭的是晚星姨，我蹭过晚星吗？他喝多了，自己也明显思维混乱了。你真是个小渣男。方千雪说着，忽然有点恼火，随后一口咬在了苏无忌的耳朵上，确切地说，咬的是耳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脑子一片空白，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喝多了就全靠本能支配了。疼！苏无忌倒吸了一口凉气。方千雪，你属狗的啊，动不动就咬人。方千雪说道。对啊，我就咬死你啊，呜！说着，他对着苏无忌的肩膀就咬了一口，咬的倒是不算轻。但是这时候的方千雪压根没想明白，在这样的夜晚，在酒精的作用下，这样咬上一口能起到怎样的效果。不过喝多了的苏无忌这时候倒也没想太多，他偏偏想要以牙还牙，于是
他居然咬了回去。